撒下一个谎就需要用100个谎言来圆。一贫如洗的卷发妹遇到家世显赫的聪明哥，为完成爷爷临死前要见到孙女的遗愿，两人撒下弥天大谎，此时却是骑虎难下。卷发妹不愿意继续欺骗，但得知病危爷爷因此病情急剧好转，加之无法抗拒金钱的诱惑，要暂时陪伴在外公身边。果然还是钱好使。就这样，卷发妹入住了聪明哥的家里。聪明哥带她去到为她准备的房间，从小居无定所的卷发妹此刻惊呆了。但在聪明哥询问房间如何时，仍然傲娇表示还不算太差。待聪明哥走后，她接着就是一阵狂喜，在床上旋转跳跃。无奈的聪明哥正准备下楼，这里。聪明哥着急地将门推开，眼见卷发妹躺在地上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看到卷发妹毫发无伤，自己却无故负伤，聪明哥郁闷起身离开。夜晚正在吃饭的两人听到隔壁谈论漂亮姐，聪明哥动作一致。卷发妹此时八卦兴起，说起了帅气男与漂亮姐相识，并且告知曾经有一个男人不知好歹的把她甩了，感叹到这个男人现在应该水都喝不下了吧。想要刀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，然而在雷区疯狂蹦迪的卷发妹却不自知。此时聪明哥接起电话，我是世轩，我终于回来了。里面传来漂亮姐的声音，表示自己已经回国，在以前的相约的餐厅等待与她相见。聪明哥果断拒绝挂掉电话。回去的路上，手机不间断的来电，聪明哥的心更乱了。卷发妹表示电话开机又不接，不就是在等对方打来电话吗？于是，在卷发妹的安慰下，聪明哥决定去和漂亮姐见一面。时隔2年的两人再一次相见，漂亮姐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完成了目标，想要回到聪明哥身边。但当年在聪明哥最崩溃时，漂亮姐不辞而别，抛下他去追求他的梦想，这件事让聪明哥依旧无法释怀，只能拒绝起身离开。电梯里，漂亮姐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，让你一等就是2年，但是我已经很努力了。”受到伤害的聪明哥表示：“我也像你一样努力过了。”漂亮姐仍不死心：“你恨我没有关系，但别说你忘了我。”于是，等待聪明哥一起回家的卷发妹看到了这一幕。此时，卷发妹才知道和漂亮姐有过一段曾经的男人原来是聪明哥。卷发妹在线吃瓜，对话中才知道不辞而别、放弃离开的人是漂亮姐。被发现的卷发妹，她本人更漂亮耶。这晚，卷发妹正准备享受泡泡浴，然而乐极生悲的她，又一次结结实实摔倒在地上。聪明哥闻声赶来，这里。摔懵的卷发妹此刻是绝望的。什么？是虚空菜？不行！然而，不行！聪明哥此时内心慌的一批，反应10秒后拿起被子第一眼冲了进去，随后将人扛去了医院。被看光的卷发妹此时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回家的路上，卷发妹纠结聪明哥到底有没有看到的问题。聪明哥淡定的态度让卷发妹原地暴走。既然这样，一开始就当作没看到，不是很好吗？聪明哥表示不屑和他一样撒谎。卷发妹少吹牛了，假装不认识金世轩，不叫吹牛吗？世界安静了，卷发妹想立马开溜。我的好痛！这里。这样才叫做吹牛。恶劣！在照顾爷爷的日子里，卷发妹使出自己的18般武艺，梦想着被发现离开时能够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。爷爷在她的照顾下恢复神速，被称之为医学奇迹。这天，卷发妹去查看自己的看护工资，个10、百、千、万、10万，什么？只有50万而已啊！在朋友的嘲笑下，气得她马不停蹄地赶去找聪明哥算账。此时，聪明哥和漂亮姐双方正在谈合作事宜。看到电话后，聪明哥起身离开。正在两人对战时，看到两人在一起，漂亮姐醋意横生。聪明哥介绍到是自己的妹妹，漂亮姐脸色才缓和过来。随即，聪明哥拉着卷发妹离开，两人相约展望台看风景。聪明哥故意让卷发妹买票，视财如命的卷发妹。
聪明哥得逞的笑，买票回来的卷发妹又一次被放鸽子。原来刚才漂亮姐经纪人来电说漂亮姐醉得不省人事，外面全是记者，让她帮忙。临走前，聪明哥说一会儿回来，让卷发妹等他。聪明哥将漂亮姐带回家中，看到漂亮姐屋里有关自己的日记，聪明哥内心复杂万分。此时被遗忘的卷发妹一直等到展望台关门，眼见聪明哥了无音讯，卷发妹郁闷，准备出发回家。行走间接到了来自帅气男的来电，以为是聪明哥，卷发妹接起电话就是一箭射出。展望台的游览时间已经过了耶！周有林，你在外面啊？徐振宇先生。随后，帅气男和卷发妹来到一处天台看首尔的夜景。帅气男的撩妹技术炉火纯青，主动给卷发妹当起了人工望远镜，介绍起了首尔的大致布局。然而，此时的卷发妹依旧郁闷中。在聪明哥的注视下，漂亮姐悠悠转醒。没事吧？怎么喝那么多酒？欲擒故纵的漂亮姐，我要离开了。我们就到此为止。从漂亮姐家出来的聪明哥看到手机，终于想起了卷发妹。回到家的聪明哥在卷发妹门外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选择离开。连句对不起你都不说，哎呦，谁稀罕啊！这天全家出动接爷爷出院，晚宴上面对亲戚们的各种提问，卷发妹疯狂给聪明哥使眼色，然而聪明哥却视而不见。在爷爷提出要给过世的妈妈祭奠时，卷发妹更是一个头两个大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来到寺院，卷发妹一边祭拜一边忏悔自己的欺骗行为。聪明哥见状又露出连自己都未察觉的笑。返程的两人从白天到了黑夜，已经没有油了。终于发现迷路的两人准备电话求救，电话没有讯号。于是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两人下车准备往前走，看看是否有村落或者加油站。在两人精疲力尽时，终于发现了一户村落。得知两人从寺庙下来，村民告知下大雪，路都被封了，他们今天是回不去了。眼睛一转，卷发妹心生一计，转眼他们就来到了村民聚餐的地方。原来卷发妹冒充村民子女的同学，成功带着聪明哥混吃混喝。看着拥有社交牛逼症的卷发妹在聚会上混得风生水起，聪明哥简直惊呆了。很快两人成功进入了角色。在被问到两人是什么关系时，我们吗？我们是公司的，我们是情侣。在被问到需要准备几间房间时，要2间。现场一整个蹦野迪。看到聪明哥完全融入了农村青年的角色，卷发妹举起手机，完全挪不开眼的卷发妹被热情的村民拉去唱歌。拿起话筒的卷发妹秒变麦霸，瞬间 hold 住全场。摘星星给你，摘月亮给你。熟睡中的聪明哥被叫醒，卷发妹不知是何原因，病情来势汹汹。聪明哥背上卷发妹寻找老中医。啊，吃的完全没消化。于是卷发妹顺利挨了2针。回去路上，聪明哥嘲笑卷发妹能吃能骗。谁叫你一下子吃那么多？怎么会？逛来逛去，哎呦，好可惜哦。